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尾巴。我们这个单元呢，会在 YouTube 的留言区里面找一些日本人留下的日文留言，同时我们会进行一些解析还有翻译。那希望大家满足文化交流还有好奇心的同时呢，也可以学到一些日文。那没有要学日文的人，你们自己转2倍速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一部，同样来自于 Pen Piano 的，它针对于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的片尾曲 cover 的这一支影片啊。那为什么会挑这一部？因为我最近也刚好开始在看《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还蛮好看的，而且它最近马上就要推出第2季了。好，那话不多说，这部影片上传日期是5月5号，然后已经有260万的点阅率了。那我们马上就开始吧。按照惯例啊，我们第一个留言先跳过，我们晚一点再回来看。这一个留言，あなたのピアノに心をわしづかみにされたので、僕はあなたの胸をわしづかみします。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わしづかみ是什么。わしづかみ它的意思就是紧抓住，那わし指的是叼。所以它的其实有点在形容，就是叼在抓猎物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对于中文母语的人来讲，应该用老鹰抓猎物会比较好想象。那指的就是很用力的抓住。他抓住了什么东西呢？抓住他的心，被什么给抓住？あなたのピアノ，被你的钢琴给抓住。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被你的钢琴给紧紧抓住了心。No day， 所以僕はあなたの胸をわしづかみします。所以我也要紧紧的抓住你的胸部。完全是性骚扰的。とても素敵な演奏だったので、息子が元気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首先，他先感谢了一件事情，感谢了什么呢？とても素敵な演奏だった，很棒的一个演奏。这个演奏带给了他什么样的效果呢？他说，息子が元気になりました，他的儿子变得很有精神。所以他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演奏实在太棒了，让我的儿子都变得很有精神呢。非常谢谢你。大家也很聪明，大家知道那个儿子指的并不是那个儿子啦。下个留言我们要先提到叫做排句。大家以前看《樱桃小丸子》的时候，有记得有藏爷爷常常会有所谓的新枝排句吗？它是一个日本的文学形式，那它有一些规则，比方说你的排句里面必须要包含表示季节的要素，同时呢，你构成你的排句的音节必须要是575。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留言，叫做子供の日，5个音节。胸につられる7个音节，大人たち5个音节，所以它是一个写得很好的排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儿童节被胸部给吊到的大人们，是个很有文学素养的留言呢。而且这个影片的上传日期的确是5月5号，是日本的儿童节。下一个留言，今ではネタで抜けるって言ってきたけど、今回はガチで抜ける。抜ける是什么意思？抜ける就是拔掉或放出什么东西。比方说牙齿拔掉的话，我们会用到这个抜ける。你们可以想象，比方说你们好几天没有自己来，然后里面积了很多东西，然后你要把它全部放出来的感觉。所以呢，它会叫做抜ける。所以大家可以顺便学一下一个单词，叫做抜ける動画。其实中文就叫做可以拿来撸的动画。然后呢，这里的ネタ指的是材料。如果你在寿司店，ネタ指的是生鱼片啊那些材料。那在网络上的话，它指的就是梗的意思。所以它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以往我们都是戏称说这个影片可以拿来撸作为一个梗，但是这次今回はガチ，这次是真的这个影片可以拿来撸。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下个留言我们要提一下暴走族文化，大家有没有看过所谓的夜路死苦呢？那它其实是日文中的よろしく，就是请多指教，故意写成汉字。现在要讲的这个留言跟它是同样的思路，它也是故意把一些平假名、片假名啊写成汉字。这个解释起来有点麻烦，我直接讲说它的结论好了。俺チンコギンギン，チンコ就是鸡鸡的意思。那ギンギン这个银，大家有人看银魂的话，就会知道主角的名字叫銀さん嘛，阿银。那ギンギン在日文中的意思指的是热血沸腾的意思。第二句口干就是双腿之间的意思，其实就真的是那个意思，就是也没有任何比较委婉的感觉。口干ピンピン，ピンピン指的就是有活力。第三句肉棒コチンコチン，肉棒就跟大家看到的字面上的意思一样，我不解释了。口清口清指的是非常坚毅的一个感觉，有点像是你把冰棒放到冷冻库里面拿出来那种很坚硬，叫做口清口清。第四句口头比根比根，
口咚跟字面上的意思蛮像的，就是它的跳动啊。比坤比坤的意思是怎么样？它有点接近痉挛，就是它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觉叫做比坤比坤。放出ドクンドクン，那放出就是放出来了，弄出来了。ドクンドクン是什么意思呢？ドクドク常常比较贱的形容是在心脏跳动的时候，就是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跳动，ドクドク。所以它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鸡鸡好硬，我的双腿中间有活力，我的肉棒硬邦邦，我的那个跳得很厉害。我弄出来的时候，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好不好？蛮变态的，就算写的这么隐晦，而且我不觉得他有特别写的比较隐晦啊，老实讲。变态，真的变态。下一个留言，他说我的手没有这么大，我没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办到什么事情，顺的弹这一首歌。那这个 hiku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汉字变换的时候打错了，应该是这个 hiku 才对，弹钢琴的这个 hiku 才对。目標作っ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你让我找到了我的目標。いつか总有一天、ピアノさんみたいに多くの人に見てもらえるくらいにピアノがうまくなりたいです。他想要うまくなりたいです。他想要变得更好，变得像什么一样呢？ピアノさんみたいに多くの人に見てもらえるくらいにピアノ。他想要变得很厉害，变得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可以像 piano 一样弹钢琴，有那么多人看。对，这不是性骚扰留言啦，你在想什么？这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留言啊。不过我觉得，除了钢琴的记忆以外，他可能也要认清楚一件事情呢。好，让我们回到第一个留言，也就是这个影片的最佳留言。他说 ：“Deka 普通にほぼ毎日その曲に合う一緒のコスプレしてるってすごくね。Deka 就是 Deyuka， 就是话说回来，すごくね这件事情不是很厉害吗？所以他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每次都有配合这个曲子做了符合的衣服，然后做角色扮演，这件事情不是很厉害吗？”綺麗だし、完成度も高くすごく高いし、さらにスタイルも抜群だし，又漂亮，完成度又高，而且这里的 style 就是 style 的意思。那它除了可以形容风格以外，它也可以形容这个人的整个体态。所以它的意思是说，又漂亮，完成度又高，然后他的体態、他的身材又很好。雷姆多卡マジで似合うと思う。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雷姆这个角色。たくさんのコスプレをいっぱい見たけど。”我虽然看了很多 cosplay， リゼロは特に好き。リゼロ就是从零开始的异世界，它的日文官方简称。他说我看了这么多 cosplay， 我特别喜欢这一部从零开始异世界生活的 cosplay。那相信大家对于这种奇怪的断句应该已经有所掌握了。文章的秘密其实没有像上一集那么难，其实这次就是很普通的直读。我们直接把它第一行直接读出来，那叫做什么呢？叫做 te ko ki sa le tai。sa le tai 就是想被做，那 tekoki 指的是什么 ？tekoki 指的就是别人帮你打手枪的这件事，所以 tekoki sa le tai 的意思就是想请你帮我打手枪。那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过分性骚扰了吗？还是就是 Pen Piano 上并没有回这一部留言？好，那今天阅读日文留言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未来还想要看到这样的更多的内容吗？如果大家还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加喜欢，让我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内容，好不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我是小尾巴，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我知道好像看这部动画的作品好像有分成雷姆教跟艾米莉亚教，你们是比较喜欢哪一位女主角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下一个留言，雷姆も拉姆も知らんけど。他说雷姆或是拉姆这两个人我都不知道。この動画見てるムラムラする，ムラムラ就是欲火焚身、蠢蠢欲动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雷姆是谁，我也不知道拉姆是谁，但是看了这个动画，我有点欲火焚身。那他玩的梗是拉姆跟姆拉姆拉的那种文字游戏。那这个有 Pen Piano 的回复，我们看一下。其实 Pen Piano 真的都没有特别回什么，他每次里面的东西其实都只有这样子回一个表情符号而已。所以上一篇大家回去翻，他真的也没有讲什么。老实讲，下一个留言，この人の親がこのコメ欄見たら泣くぞ。他的整句话意思是说，这个人的爸妈要是看到这里的留言区，コメ欄を見たら
会怎么样呢？拿哭走。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爸妈如果看到这个留言区的话，会哭吧？我是不知道会不会，但是 Pampiano 桑好像已经习惯了。下一个留言，これほど本作に近いレムのおっぱいを再現できた人は初めてだろう。这个人是第一个吧？什么样的人是第一个呢？他说可以重现这么接近原作雷姆的胸部的人，应该是第一个吧？但我本身并不知道雷姆的胸部到底有多大，因为我看动漫我就只知道有胸部的角色，还有平乳的角色。下一个留言。ピアノが上手すぎて何でも指摘するところがないから。他说，因为钢琴弹得太好，没有什么好指教的。ないからこそ，就因为钢琴弹得太好，所以发生什么事呢？セクハラコメが多いんだろうな。他的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你钢琴弹得太好，没有什么好指教了，所以才导致性骚扰的留言很多吧？他有特别注明这是一个夸赞的留言。大家觉得这个留言怎么样呢？是这个问题吗？